整个2026年到2027年只有这么一转，有兴趣的现在应该去抢一下了。航线组合里面含金量最高之一，这张地图上的这一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在我心目当中排到了欧洲最难吃的国家的行列中，又贵又难吃，邮轮就变成这一个航线最好最贴心的选择。等一下讲。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已有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已有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已有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已有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已有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有太多对于亚洲邮轮航线非常感兴趣的观众，有常年在海外的华侨，有生活在亚洲的我的观众们，大家都很害怕在走亚洲航线的时候上错贼船。我特别把 Holland America， 我个人觉得说在2026年和2027年度里面，我觉得现在需要去抢一抢，需要去 hold 一 hold 的亚洲邮轮航线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2026年10月11日出发14天13晚的日本环岛航线。如果有看过日本邮轮之王那一集 Diamond Princess 钻石公主号，现在你眼前看到这个航线Holland America 的是可以跟那个日本邮轮之王的航线去媲美的啊。10月11日这个船期刚好是叫做枫叶季，等一下我再给大家一个樱花季，还有就是夏日的节日祭典的那几转啊。当然夏天 Holland America 是不走日本的，那走日本的回头我会每一年会把日本航线的夏日祭典专门给大家做个专辑，我答应大家一定会做的啊。枫叶季 Holland America 那很多今年 last minute 想订的完全订不到，早2个月前就已经是非常紧俏。对于日本的枫叶季是有兴趣的各位，现在要赶快去看2026年的10月份的这一个船期了。好，这一个航线来了，这个航线呢只有这一转，它没有重复的航线了。它是11月8号出发，也是从日本东京，顺便讲到东京码头哈，Holland America 从现在已经逐渐开始使用的是叫做 Koto City， 不再用那个 Yokohama 了。Yokohama 实在太远，虽然 Koto 也没有近到哪里去，比起 Yokohama 要来的方便近的不少哈。特别是如果你的飞机是飞到羽田机场下来去赶邮轮的话，会再近很多。Holland America 现在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些行程都是从 Koto City 出发的，飞机也是要飞到东京去的啊，飞到 Tokyo 去的。这一个航线呢，它是走了那个日本的南部之后，去一下釜山，过海到济州岛之后，然后它会到上海，在上海停 overnight， 最后它的目的地是香港。好，那很多的人可能都会选择年尾的时候回乡，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回乡的选择。我不管你手上有没有回乡证这样东西哈，不是所有人都有的。那这一个航线的好处在哪里呢？居住在海外的，你如果去中国大陆是需要办中国签证的啊，你单独为了这么邮轮这么一站办个中国签证觉得很麻烦，这个航线的设计是专门设计给不需要办中国签证，可以直接海上过境，在上海停2天48小时，不超过它的那个免签过境的时间。这个航线是这么安排的，所以还是比较特别，邮轮公司是花了一点心思。但是又讲跟签证有关的话，我是特别小心，因为时局在变呐，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啊，同志们。或者你来问我跟签证有关的东西，我只能说当下凭我的经验，我觉得是什么样，但有的答案不是官方答案。但是我敢肯定的一件事情， Holland America 设计这一个航线其实就是为了要过境免签来使用的，好吧。2027年的3月28号 Holland America 的赏花航线，非常漂亮的环岛行，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能够跟 Diamond Princess 媲美的，又刚当季的，大家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哈，该截屏的截屏，但是还少了一样东西，哪条船呢？走这些亚洲航线的呢，在2026年和2027年呢，就只有
Miss Western 了。那它是2004年下水起航的船，82300吨，总共载客人数不超过2000人，1964名，好开心哦。然后它的工作人员的人数是812名。如果想要去抢购这几个特别航线的，现在可以截图下来，马上去看一看，或者是说今天你也可以只是再找一个 idea， 可能未来啊，不知道什么时候 Holland America 又要去做那个什么25块钱闭眼入下定金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又开始做这个特价了，让我看看你有说的那个航线现在还有没有位置，下个定金吧啊，可以扔掉不要这个定金也无所谓，因为实在太少了这个定金，好不好？好，亚洲就说到这里了，现在我们要讲下一个很有趣的内容 Holland America 的欧洲航线推荐。今天要讲的是英伦三岛，因为这个标题又特别把我之前做的好几个直播的视频翻出来看了一下，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英伦三岛，这是我的一个失误吗？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英伦三岛是全世界我认识的邮轮航线的 package 里面我说的 package 是指的是一个航线组合里面含金量最高之一，无论是从历史人文、自然景观、邮轮公司的编排、邮轮公司的资源各个方面来讲。来，我们先看图吧，同志们。英伦三岛的英文名字叫 British Isles，OK， 这也方便大家能够在网络上去找到这个航线。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个呢是 Holland America 的一个经典航线它是走15天14晚的。英伦三岛是哪3个部分组成的呢？是由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还包括了北爱尔兰在内能够这么完整的走一圈，这个含金量大家能感受到吗？那在2026年到2027年，它走的季节是5月至9月之间并不是说每14晚一转，不是这样子，它中间穿插了很多别的欧洲的航线在里面，特别是它还会派这个船往北边去走一些，等一下我们会讲北边的那些内容。那通常会走这个航线就是5月至9月之间。大家想一想，可以想象吧，邮轮公司有多么的精打细算，它一定是会挑这个海域一年当中天气最好的时候去走。所以在天气方面有任何顾虑的各位就是大家可以基本上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英格兰也好，苏格兰、爱尔兰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说这一些地方全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吧是天气不怎么样的，邮轮会不会大风浪大家看到了，在这个航线中它停靠的港口非常的密集，然后基本上整个14晚里面大概也就只有3天是 SC 之外，其他都是会靠港，并且因为它的路线每一段的路线都非常的短，所以它在邮轮航线的设计上会把每一个港口停靠的时间拉得特别的长，航线组合的含金量非常高。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爱搭邮轮的人都是被惯坏的宝宝，记得吗？有很早之前我讲过，我们习惯了好吃、好住、好服务。好服务这件事情在英格兰也好、苏格兰也好、爱尔兰也好，这件事情不缺。但是吃这件事情，这张地图上的这一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在我心目当中排到了欧洲最难吃的国家的行列中，又贵又难吃。一个对于旅行品质有要求，平时搭惯邮轮的人来说，如果纯走陆地走这些航线的话，就是一种折磨。在吃这件事情上，还有住这，因为很多都是老城区，又贵又住的地方又很小，地方又很破你住好一点的酒店，比较新款一点的又特别的贵，整个旅行的 cost 都会很高，所以邮轮就变成这个航线最好最贴心的选择。而且试问你走一趟，无论是苏格兰、英格兰、北爱尔兰、爱尔兰 OK， 有谁一次旅行是可以把这么多的地方玩掉的？你在当地有亲戚朋友，或者有一些人他是有在英国那边受教育的背景，他对那边特别的熟，不然的话你很难，几乎是不太可能作为一个不需要做太多的功课，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能够一口气把这么多的地方都包围式的玩到，并且伴随着你的还是好吃好喝好服务。想不想又做一个那个英伦三岛的特辑啊？我先讲个理由。今天我虽然是主题是 Holland America， 但是 Holland America 并不是英伦三岛的唯一选择，它是有竞品的。
Holland America 的这个英伦三岛的航线是不止一个竞品的，其实是值得拿出来一个一个逐步来比较的。如果说大家对于英伦三岛特别有兴趣的话，赶快给EO留言，打一个英伦三岛在底下，我看看如果人数很多的话，做一个专门的专辑只讲英伦三岛。大家很熟悉的小红箭头又出现了，这是这个行程的亮点。这一个航线可以选择从 Rotterdam 往返整个英伦三岛，或者是从 Dover 往返整个英伦三岛，有点像之前 MSC 的那个公车，但是它跟 MSC 你们能画得上等号吗？很难好吗？如果你是想要在上船前离船后在荷兰玩一玩，想要在陆地好好游一下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在 Rotterdam 上下船，对不对？好，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在伦敦好好玩一玩的话，甚至别说甚至了，我不想展得太宽啊，留着我们回头英伦三岛专辑的时候再说。你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来方便你这一趟邮轮的上下船，变成邮轮公司一个航线，吸引2种不同需求的客户吧。它还是做的比较聪明，比较人性化的。全年哈，无论是2026年的5月到9月，还是2027年的5月到9月，像这样的英伦三岛环岛线，很多个不同的版本。看上去貌似都是环英伦三岛，但是它里面都有略微不同的点在里面。我写的各有千秋，选择困难症的患者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各有千秋，对不对？那如果等不及我做视频的，也担心说有一些特别的英伦三岛的航线被人抢光了，就像挪威峡湾的时候一样。真正做直播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人是来找EO私底下预约时间咨询的人已经都订上了，我才做的直播。我把那个直播剪成短的版本的，是看完直播马上就跟EO预约到底怎么选，他们都订上了。第2批人订上之后，我才把这个直播的内容剪成短的版本放到了视频里面，供更多的人去看。然后后来又前赴后继的很多，造成现在 Viking 的传奇应该差不多快 double 的价钱了。所以大家如果说着急，你决定想要更早了解的话，你们可以来跟EO预约咨询，你就会第一时间比别人更早的知道，比别人更第一时间更快的去抢到那些位置。有兴趣但是要观望一下，26年也行，27年也行哈。好，那我们就在我的留言板今天的视频留言底下打上三岛或者英伦三岛，对吧？然后EO看这么多人想看，那我就早点把别的 schedule 往后推一下，然后早点把英伦三岛做出来给大家做一个专辑。大家看到了冰岛 Iceland Holland America 最近几年特别是 COVID之后，重点越来越向北欧方向靠，包括其实刚刚英伦三岛的这个航线它也在变少了。减少的原因不是英伦三岛卖不好，而是它北欧卖得更好到了2027年，绝大部分的大型的豪华邮轮公司都已经撤出了挪威峡湾的航线，你们会发现荷美邮轮公司冲进去多了很多的航线。虽然 Holland America 在2026年和2027年的挪威峡湾的航线不能够一次停靠2大世界文化遗产峡湾的，所以在我的视频当中并没有把 Holland America列进去哈。未来等到这2个世界文化遗产峡湾花钱也没有办法2个一块去的时候，我单独再做 Holland America 的版本吧。现在大家还是一门心思去抢那个2大世界文化遗产能够同时去到的那一个版本。Holland America 它把它的重点往北欧方向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的很擅长走了很多年冰岛海域，通常情况下是在5月至8月，它比刚刚英伦三岛更少1个月，过了8月几乎就没有这个航线了，因为天气实在是不咋地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EO为大家选出来的航线。冰岛在这一块哈，几乎是以全包围态势，整个冰岛环岛行，总共是14晚的冰岛环岛巡游哈。从2026年到2027年，它其实有很多个航次都有在走。除了冰岛之外呢，就是 Scotland 就是苏格兰，那中间顺路可以把苏格兰走一下。起始站呢也是在那个 Rotterdam， 现在应该是全欧洲最大的港口，除了运人还运货哈。但是它的缺点也正是太大了，比如说你是从阿姆斯特丹进去的，从阿姆斯特丹到 Rotterdam 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就中间你是需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transfer 的。走这个航线的呢，红色的字出现了，今天为止 Holland America 最新的那一条邮轮，那2021年就是它最新的船，叫做 Miss Rotterdam
啊，就是跟这个起始港口码头是一样的名字，99500吨，死也不超过10万吨，总载客人数2668名，死也不超过3000人。刚刚又讲了英伦三岛，那这个英伦三岛必须一个不落，对吧？全部都要去到。那这个我也想去怎么办？那跟那个 Scotland 有重复啊。我有另外一个版本来给大家。另外一个版本更厉害的是什么？大家来看看这个，它避开了 Scotland， 它有去到法罗群岛。冰岛的部分有略微不同，但也是一个环岛型的航线。这一个航线我不太愿意看到很多的人，我更愿意去接近大自然的东西，我更愿意去看那些鸟无人烟的很自然让我特别放松的环境，我会更倾向于右边的这一个。当我发现了右边的这个航线，我好开心啊！我说，哎呀，那我看看还有哪些传奇吧。我本来是打算一个一个列出来，让大家有好多的日子可以选，但是最终我发现，整个2026年到2027年只有这么一转。那个 Zuidendam 的82300吨，乘客是1988名。法罗群岛在之前我讲那个 Viking 的那个航线中有特别跟大家提到过，唯独就是从欧洲到冰岛之间的时候，非常个别的邮轮会停靠法罗群岛，而法罗群岛一年当中适合游客去的季节大概也就只是从6月中下旬、7月份、8月中上旬就结束了，没了。其他的时候都不太适合游客去，因为天气实在太奇怪了。这个地方 You Can Train Your Dragon 的那个电影的真人版创作的那个故事背景就是在法罗群岛附近的这个海域，大家去看了那个真人版就知道那个地方有多漂亮了。如果你是喜欢去看大自然，或者是你喜欢去一些小众的岛屿哈，到底有多少船在走那个 Flood？ 我发现一个是探险游轮，一个是非常贵的6星级的游轮，就是时不时路过一下，船期也非常非常的有限。Holland America 是以一个更平民化的姿态出现的，并且船本身大小各方面也都更适合大老百姓吧，应该是这么说，特别推荐一下哈。大家有兴趣的赶快截屏，有兴趣的现在应该去抢一下了。祝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